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欣欣，你怀孕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，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。闺蜜韩瑶打来电话一通质问，大嗓门差点没把我弄懵。怀孕？谁跟你说我怀孕了？我刚看见林旭在母婴店买了好多婴儿用品，这天大的好消息你都不和我分享，也太不拿我当闺蜜了。韩瑶很兴奋，我的心却一点点沉下去。我没怀孕，林旭为什么去买婴儿用品呢？一个可能是送人，二就是他出轨了。我强压住质问他的想法，仔细想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们俩在一个公司，他给客户、同事送东西都会和我商量，尤其是婴儿用品，一直都是我负责买的。这样一想，我心里的怀疑更大了。我接着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老公，你在干嘛呢？还不是陪客户吃饭？你知道的，这次我出差将近1个月，回来得把客户都拜访一下。和谁一起呢？是常和你打牌的苏总吗？我刚看见苏总来我们公司选材料，就是想炸炸他，就是他。我吃完饭就回去了哈。他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我站在人潮中，却觉得像进了一个密封的罐子，差点要憋死。之前我曾经怀过一个孩子，但是林旭说我们都在事业的上升期，缓缓再生孩子也是对孩子负责。那时我答应了，没想到他现在竟然和别的女人生孩子了。我浑身冰冷，像是坠进了冰窟窿里。那个一直疼我爱我的男人，居然也会有这样龌龊的事情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把事情查清楚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就看见桌子上摆了一块草莓蛋糕。我记得你爱吃这家的草莓蛋糕，特意跑去给你打包的。林旭把我推到桌前，体贴地帮我把蛋糕盒打开。我笑着尝了口蛋糕，好吃。这家蛋糕店挺远的，干嘛费事去买？这家店是国金大厦附近的网红店，从我们公司过去开车要半小时。这不是想着你爱吃吗？我再去炒几个菜，咱们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吃饭了。他转身进了厨房忙活，而我则倒了杯水喝下。林旭没发现，我早就不爱吃那么甜的草莓蛋糕了。酷得慌！我和林旭是工作后认识的，一个公司的同事，知根知底。我们年龄相当，学历相仿，家庭也都是差不多的小康之家。从我进公司，就是他带着我全国各地跑经销商。有次去山东跑经销商时，当地的酒文化让人招架不住。他酒量不好，却一直挡在我前面，弄得客户都连连起哄。长期相处中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婚后，我们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，但是也谈得上是齐头并进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除了没孩子，其他好像都是很完美。公司新来的小孩也一直觉得我们是模范夫妻。林旭做了很多好吃的，大都延续了我以前的口味，可乐鸡翅、糖醋里脊。他太久没关注我的喜好，已经不知道我现在偏爱的是清淡口味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陪他喝了些啤酒。等我做了营销总监，咱们要个孩子吧。林旭兢兢业业，一直想要升营销总监。他工作不错，如果没有意外，3个月后现任营销总监退休，就可能是他。之前我极力推他上去，但是现在我犹豫了。你当了总监，还想当副总，总是想要向上爬的。我第1次怀孕的时候，就是他升区域经理的关键时刻。为了支持他，我放弃了自己的孩子。为了你升职，我们已经拖了好几年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我现在特别想要孩子了。等我升上总监，咱们努力，
一定会有个孩子的。他说到情动处，还特意把我搂紧了。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林旭没喝多少就睡着了。他酒品挺好，喝多了就喜欢睡觉。我悄悄拿走他的手机，没有意外的在里面找到一个女孩的头像，备注是佳佳。最近一次联系的内容是他说：“你还是要少吃点辣，多吃点水果。”而他回复：“酸儿辣女，难道你不喜欢女孩？都喜欢。女儿要是随你，那得多漂亮。”林旭言语间都是骄傲。我忙于工作，从不管他的交际，也不查他的手机，所以他根本没想避讳我。女孩的头像就是他的自拍照，一看就比我年轻很多，长了一张漂亮的脸，双眼皮大眼睛，眼神清澈，和在商场里拼杀的我完全不一样。他似乎特别偏爱吃辣，朋友圈里好几个定位都是川菜馆。我记下他的定位，默默把手机放回床头柜，而且川菜馆就在国金大厦附近。上次林旭可能就是和他约会时顺道给我买的蛋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特意做了早餐才叫他起床。你看我多高兴，昨天喝了2杯就喝多了。早餐期间，他还眉飞色舞地给我规划未来，等我升了总监，咱们就换套大房子，把婴儿房装修得好看点。你最好给我生个儿子，能像你一样聪明。我长得并不漂亮，他都不愿意让我生个像我的女儿。他很善于发掘人的优点，聪明的我可以帮他成就事业，漂亮的佳佳可以让他拥有爱情。早饭后，他开车带着我一起去公司，路上他一直给我安排任务。你也知道，这次竞争特别激烈，你一定要帮我拿下新城公司，他们一直是你在维护的，我能签下来，这个总监就是我的。好，我去试试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我总还是希望他能爬得更高。至于那个女人，我还是要先见见她。我走进那家川菜店，恰巧看见一个瘦热的女孩正在前台记菜谱。你好，来了，想吃点什么？女孩热情地冲我打招呼。我一眼就认出她是林旭手机里的佳佳。水煮肉片和夫妻肺片吧，再来1碗米饭。这里的川菜是改良版的，更适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。佳佳倒像是个川妹子，长得娇小可人，笑起来唇边还有灵动的酒窝。店面不大，但是人来人往。我尝了尝菜，口感确实不错。林旭胃不好，每次吃辣都会胃疼，我也尽量迁就他的口味，每次做饭都不放辣椒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却喜欢上了一个川菜店的姑娘。你家口味还挺正宗的，我特意夸了夸佳佳。他和我聊起天来。我在四川读的大学，回来以后就张罗着开了这个小店。你看着很年轻呀，居然有能力在这个地段开个店，家底够殷实的。这家川菜店在市中心繁华地区，一年的房租肯定不止20万。哪有，是我男朋友出钱帮我开的店，他年龄大一些，工作比较早，稍微攒了点家底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中带着骄傲。那你也够幸福的。我很想接着说，你的幸福都是从我这偷走的，但是我忍住了。佳佳笑起来，是呢，我怀孕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挺喜欢你家的口味的，方不方便加个微信？以后我可以直接找你送餐。我拿出手机，用工作号扫了佳佳的微信。工作微信里没有林旭的信息，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佳佳看。通过佳佳的朋友圈，我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林旭。他会在下雨时给他送伞，会特意跑半个城，只为了给他买一杯奶茶。我看见佳佳布置的家，窗帘是林旭说最讨厌的粉红色。吃完饭后，我一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
看着林旭提着大包小包走进川菜馆，佳佳笑着从包里拿出各种新鲜水果。林旭的手一直扶着她的腰，时不时还摸一摸她的肚子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下午用餐时间，我的婆婆竟然来到川菜店里帮忙。看着他们母子俩在川菜店忙忙碌碌端盘子点菜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很恶心，好像吞了一个苍蝇一样，上不去下不来。自从我嫁进林家，婆婆一直说儿媳妇要多做家务，逢年过节都是我一个人在厨房忙外。每次和林旭说起这件事情，她就说婆婆养尊处优，一直也没做过什么活。没想到一个养尊处优的人，现在竟然在一个几十平方的小店里忙东忙西，脚不沾地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家的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大病了一场，高烧到39度5，烧了3天才恢复正常。然而在这3天里，林旭照常上班，婆婆压根没上门。我饿了，只能自己顶着虚弱的身体点外卖。病这一场都让我想通了，人干嘛和自己过不去？明明是他出轨，怎么搞得好像我犯错一样？我得好好活下去，活得比他们都好。病一好，我就拿着小礼物去拜访了新城公司的老总。新城的于总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，我们能成为朋友，其实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。她是单亲妈妈，而我是生不出孩子的女强人。她看我脸色苍白，关心问道：“你最近怎么了？看你状态不好，家里琐事太多，等我以后再告诉你。我今天来主要还是和你谈谈业务的事情。”我开门见山，以合适的价格和他谈好了业务。工作再忙，身体也要注意，我们毕竟不年轻了。临走时，于总关切地拍拍我的肩：“我这边的业务你放心，都是你的，放心好了，我没事的。等我把事情处理完，我再告诉你来龙去脉。”我和他相识的时候，他刚开始创业，想拿我们的产品卖。大家都觉得新公司业务量小，只有我顶着压力让他销售，而且他遇见什么困难，我都跑前跑后给他帮忙。那时的情感已经不是业务之间的，所以等他做大了，也一直照顾我。于总和我谈得很明确，只要能保证后续的服务，他能一直和我签约。如果我做得不顺心，他就建议我去他的公司工作。我还没想跳槽，我现在工作顺利，同事也都好相处，唯一让我难堪的只有林旭。林旭知道我拜访于总，在家里做了一桌好菜，今天战果如何？轻松拿下。我想连续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林旭立刻高兴地拿来一瓶红酒，咱们得庆贺庆贺。公司一直有传言，大老板想在我和张岩之间选一个，但是我知道总监的位置一定是我的，因为张岩没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啊。贤内助？林旭，你真的把我当贤内助吗？你是不是一直介意咱们没孩子？我借着酒劲说出我想说的话。我看见林旭明显一愣，咱们确实该有个孩子了，是你该有个孩子吧？我盯着他，你那个孩子不都已经4个月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看你是喝醉了。林旭故作生气地把我的手往一边扶，你心里清楚我在说什么？我不想放过他，但是我知道你和你妈都很喜欢那个孩子啊，你别胡闹了，喝多了就去休息吧。他明显不想承认。林旭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我话说得这么清楚了，你还想瞒着我？我索性把手机递给他，上面正是他们母子和佳佳温馨的场面。林旭，我一直等你跟我坦白，没想到我都和你摊牌了，你还鸭子死了嘴硬。要不是你一直没生孩子，我怎么可能在外面有人？林旭理直气壮地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
当初明明是你不让我生的。”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，我擦了擦，冲他吼：“要不是你想要往上爬，我怎么会打掉孩子？后来那么多年，你一直也没怀上啊！你知道人家都怎么在背后说我吗？都说我林家要没后了。”林旭一生气，把桌上的饭菜全都扶到地上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刺着我的耳膜。一时间，我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也许是看我愣住了，林旭的态度反而软化下来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只是想要孩子，等他生下孩子，我就让他走。他搀扶着我到沙发上坐下。你听我说，咱们有一个孩子以后，你想生就生，不想生就不生了。你想要拼事业，我也支持你。他就是想哄着我同意佳佳把孩子生下来，见我不说话，他更是继续努力。我爱的还是你，我只是想给咱妈一个交代，有个孩子也能堵住他的嘴啊。你不是老抱怨他让你吃补药啊？等孩子带回来让你养着，他就再也不会逼你吃补药了，这也对你身体好啊。他说的冠冕堂皇，好像这孩子真是为了我要的一样，可笑。林旭，你要不就离婚，要不就和他断了。2条路，你只能选一条。我低下头，斩钉截铁地说出我的想法：只要孩子出生，我立马和他断。孩子出生就断。也不知道林旭是把我想得太天真，还是自己太天真。等孩子出生了，就算他想断，佳佳也不会断的。我不管佳佳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当小三，我只知道，如果他看中了林旭的钱，他自然不会放手。如果他真的爱林旭，那他也不会放下孩子和林旭。我想要的家会随着孩子的来临四分五裂。你为了一个孩子，既折磨他，也折磨我。在你心里，我们2个的女人都不如那个孩子重要，是吗？我毫不客气地说出我的心里话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是在意你了，但是你知道我家就我一个独苗，当然得有个传宗接代的了。咱们不是没有试过要孩子，这不是你要不上吗？难道你就喜欢回老家的时候，天天有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你是生不出蛋的母鸡？林旭的话越来越难听，我实在是忍不住，啪一巴掌打了上去。这一巴掌让世界都安静了几分钟。林旭拉长个脸瞪着我：“你要知道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哪怕离婚，我要留下这个孩子，那咱们就离婚吧。你是过错方，我要车子、房子，还有1半的存款。其实家里的车子和房子基本是和我和林旭一起赚的。他的职位虽然一升再升，我的职位也没停下来过。”林旭一听这话傻了眼：“你不会真的想和我离婚吧？你都30多了，你和我离婚还能找到下家吗？”“我找不着下家，那是我的事情。但是你要想要这个孩子，就必须听我的。我可知道那个女人身体不好，一激动孩子就可能流产。你总不想我去找她吧？同样都是女人，我实在不想为难佳佳，而且我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。我不想别的女人，因为我遭受一次，我心理上过不去。咱们商量商量，一旦涉及他的实际利益。”林旭的态度立马软化下来，我一点都不想听他说话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你要想让我安安静静的，那你就要把钱给我，否则我看这孩子你是不想要了。万一我到他面前说点什么难听的，这孩子保不保得住还是两可呢。而且你现在是竞争总监的重要节点，总不想闹大吧？和我算的一样。林旭为了孩子和总监的位置，很快答应了离婚的要求。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在公司和我闹离婚，不能把我和佳佳的事情捅到公司里。只要你按协议给我钱和房子，我不会闹得。我也要在公司里工作，不能和他闹得太难看。我接着让他收拾东西，从家里搬出去。
我在外面租了套小房子，然后联系装修公司，把整个房子重新装修。这次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房。第一次装修时，我也想要这个书房，但是林旭说要准备他父母来住的客房，我很快就妥协了。现在我自己生活了，自然不用顾虑那么多。只是我没想到林旭一家人竟然那么不要脸。丫头，自从你嫁进我们家，我就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。我知道这次林旭犯了错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。只要孩子生下来，我立马让他们分开。你不能和林旭离婚啊！婆婆来我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，想要劝我和林旭和好。要不是当时在川菜馆里看见他照顾佳佳那无微不至的样子，我真的会以为他是真心为了我好。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就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林旭逼着我打孩子的时候，你可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。等后来家里没孩子，你又抱怨我生不出孩子。我瞪着他，要不是你天天冲着林旭叨叨，他怎么会嫌我没有孩子？而且你们母子俩一唱一和，都在抱怨我生出孩子，从没想过是你们非让我打掉孩子的。现在又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一个一个想得真美。我说着就提着他的衣服，把他往外拽。而且我亲眼看见你和佳佳手挽着手在店里干活，但是在我家你就像甩手掌柜子一样，始终瘫坐在沙发上。她那是怀孕了呀！婆婆还想解释，但是却被我硬是拽到门外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也别想过好，等回头我就让林旭把你从公司里赶出去。我看你没工作，没老公，没孩子，日子怎么过？婆婆的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，我索性走进卧室，锁上门，终于有了清静。他们一家人想让我没好日子过，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我本来想只要能够顺利离婚，财产能够握在我手上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。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，他想要什么，我就越不会给他什么。办完离婚手续没几天，新城的于总就约我一起吃饭。我最近想开个新公司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我想让你过来负责销售，薪资待遇肯定比现在好。一个新开的企业让我加入，我总得掂量掂量，毕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到绝境。那段时间，于总没事就来找我聊天吃饭、下午茶。我刚离婚，心情不好，正需要一个人常伴左右。他也会给我倾诉创业的不易，单亲妈妈的痛苦。一直我都羡慕他事业成功，而他却羡慕我家庭圆满。但是所有的表象下都藏着伤痕累累的心。没过多久，公司的晋级结果就出来了。林旭大怒，找到我家，冲我劈头盖脸一顿吼：你明明答应我要帮我当上总监的，我把家里的车子房子都给你了，你竟然还算计我。那你结婚时还答应我要一辈子对我好，可是转眼你就出轨劈腿。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着茶，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。他伸手把我的电视打到地上，随着砰的一声，他吼道：你别忘了，这是我同意财产分割方案的条件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林旭扯着我的领口，衣领勒着我的脖子，让我透不透气来。我像临死的鱼一样，张着嘴喘着粗气。林旭，你想弄死我吗？你从离婚时就开始算计我。他颓废地抱着头，在沙发一边蹲坐下来，全然没有当时的意气风发。你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这些年，我用尽全力扶你上去，并没想到你会有私生子。我本来想拿他砸我家的视频报警，但还是放弃了，把电视机的钱留下。
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给你扯皮。”林旭生气地离开了，也没给我留下赔付电视机的钱。但是我也并不在意，毕竟以后我就是他的顶头上司。我决定把他派到最远的地方去开疆扩土，条件差是差点，但是混好了，总能给自己搏个好前途。等我在上班时，发现林旭已经辞职离开，我成了公司的销售总监，工资是以前的2倍，而且我还和于总达成协议，兼职帮他做市场开发。之前他找我逛街时，我经常选川菜馆附近的国金大厦，去的次数多了，他总能看见林旭和佳佳恩爱有加的样子。我们第3次约到国金大厦后，他告诉我，国金附近没什么意思，下次咱们去别的商场逛逛。还有这次的协议，我只和你签，你明明能力不弱，干嘛不去试试当那个营销总监？我知道他一定是撞见了佳佳和林旭在一起，在他的支持下，我顺利坐上营销总监的位置。其实我知道你当时在利用我，但是女人总得帮女人吧。我经历过背叛，所以也想惩罚他一下。于总后来才把这些话给我摊开说明。我听说林旭过得并不好，他没了工作、房子和钱。那个女孩接着就打掉了孩子，他去别的城市发展，职位也比原来低很多。我只是轻声应了一句，并不想打听更多。离婚后，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无论是本职还是兼职，都做得风生水起。如果不是离婚，我许是做不到这一步。离婚前，我把离婚当作洪水猛兽，甚至害怕自己离开林旭后不能适应。现在看来，离开一个臭男人反而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